面对乌克兰危机，北约、欧盟首次共同表达对华立场，中国将如何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超。在俄乌冲突持续1年之际，这场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正在呈现。一方面，北约在脑死亡状态下满血复活，而且还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完全被美国捆绑着带着跑了。另一方面，欧盟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也受到了干扰，中欧经贸合作协议的推进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最近又一个坏消息传来，北约和欧盟首次共同表达了对华立场，从而引发了中国驻欧使团的关切。近日，欧盟和北约签署俄乌冲突后首个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该声明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和政策带来了我们需要应对的挑战。欧盟还做出了新的承诺，并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为此强大的盟友应该结成强大的联盟。对于这样的言论，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立即做出了回应。他指出，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暴露出对华认知的偏见和傲慢，中方对无理指责和冷战思维表示坚决反对。如果说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炒作中国威胁论是基于其冷战思维和受美国的影响，还可以理解，但中国与欧盟在安全层面上几乎没有交集。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参与方，中国与欧洲国家也没有意愿在军事方面相互威胁。那么欧盟在安全合作上称中国威胁，甚至要结成强大的联盟来对付中国，那就非常过分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欧盟与北约共同关注中国威胁的问题？首先，这再次证明乌克兰危机让整个西方国家更加抱团，并在抱团后恶化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并非乌克兰的危机参与方，但是不等于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及欧盟也这么看。由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而中国正在被西方媒体和美国污名化，已经被他们排在了俄罗斯一边的位置上。其次，欧盟和北约关切中国崛起，担心中国实力增长后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这或许比较正常。毕竟中国是一个非西方国家，中国的强大会让西方国家出现不安全感，这种危机感可能要一直等到中国突破了绝对安全临界点，也就是综合国力超过美国的时候，他们才会慢慢接受和适应。而到那时，中国军力的强大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对于这样的前景，恐怕一些欧洲的政客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中国要想破解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此外，我们也必须进一步有技巧地表达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中国最近表示要努力推劝俄乌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就非常重要。就像秦刚外长在美国所说的，中俄关系没有上限，但是有底线。中国驻欧使团团长也表示，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也可以没有上限。中国要破解美国等国的污名化宣传，就需要通过外交关系不断让欧洲国家明白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中立立场，而这个立场其实是更符合欧洲利益的，甚至在和平谈判解决危机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欧盟与北约国家强调中国威胁，证明了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俄罗斯将在未来承受更大的外部压力，乌克兰战场可能还要打很久，而西方国家在这场危机之中没有被撕裂，反而变得更加抱团，更加关切中国的强大，这对我们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当然，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只要保持超然地位，欧盟和北约最多也就是关切一下中国威胁，不大可能发展为敌对关系。为了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既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也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